咁樣嘅細機仔可以提供到咁樣嘅打機性能，甚至可以穩定咁保持喺60 FPS 以上，係一個可以放入褸袋袋走嘅 size 嚟㗎。早2個月，我哋就同大家試玩過一部頂級嘅 Mini PC Atoman G7 Ti 啦。不過即使佢可以提供到唔錯嘅遊戲性能，好多網友都反映佢個樣真係唔算太 mini。同時價格咧，亦都係唔少人嘅預算之外啊。當然亦都有人係對 Intel 處理器投下不信任票啦。不過 Mini PC 市場競爭咁大咧，馬上就有新品牌喺香港市場引入佢哋嘅最新機種，個樣就夠晒的色啊！亦都係 Mini PC 市場首部採用 AMD Ryzen AI9 系列處理器嘅機種嚟嘅，價錢仲只係上次介紹嘅 G7 Ti 嘅一半添啫。今次雖然我哋就唔係全球首發啦，但都算係香港數一數二快可以攞到呢部機試玩嘅 YouTube channel。想 keep 住一齊有新嘢睇，當然就係要睇緊片嘅你哋持續支持我哋啦。唔想錯過我哋最新 gadget 嘅試玩影片，就要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啦。今次試玩嘅呢一部 Mini PC 就係出自呢一個品牌嘅，睇落好似有少少撩楞咁係嘛，但係其實佢就好簡單，讀做 AllStar。最緊要佢哋嘅旗下出品都係以簡約為主㗎。包括佢哋今次引入香港嘅首作 AllStar Gem 10 370，機身嘅主要設計同一般嘅 Mini PC 係冇太大分別，尺寸甚至仲更加之細添。就咁度咧，就係一隻 10.7cm 乘 10.7cm 乘6cm 高嘅盒仔，唔係講笑啊，係一個可以放入褸袋袋走嘅 size 嚟㗎。當然啦，火牛就有另計啦嚇。但唔好睇 Gem 10 370部機身咁細喎，佢嘅 I/O 插槽真係比唔少機都充足㗎。淨係計 USB-A 都有成4個，另外仲有2個 2.5G 嘅 LAN 線插槽，2個 full size 嘅 HDMI 輸出，3.5mm 耳機插槽，同埋一個40 Gbps 支援顯示輸出嘅 USB-C。就算唔使 dongle 啊，都已經可以連接好晒 keyboard、mouse。真係有需要嘅話，佢仲可以直接輸出3隻 4K 大 mon。以咁細 size 嘅 Mini PC 嚟講，都真係唔話得㗎啦。當然仲有一個不得不提嘅，就係佢加入咗近年喺 Mini PC 上面開始流行嘅 Oculink 插槽，唔滿足淨係用內置嘅 GPU 嘅話，都仲可以連接翻外置嘅顯示卡去做圖像運算嘅。據講 RTX 4070或者以下規格嘅顯卡都可以做到近乎零損耗，算係為呢部機仔留咗一個擴充嘅手段啦。講起擴充咧，近排嘅 Mini PC 都唔少得可以拆機自己換下零件嘅 ，Gem 10 370都唔例外㗎。但係呢一部機可以換嘅嘢就其實唔多啦。主要就係因為 RAM 同 CPU 其實就焊死咗喺塊底板上面嘅，可以換嘅就只係 SSD 同埋 WiFi 卡啦。順帶一提啦 ，AllStar 方面就標榜 Gem 10 370出廠嘅時候係搭配 Crucial 生產嘅 SSD， 大廠出品信心係大啲嘅。另外呢一張 WiFi 卡本身都支援咗 WiFi 7噶啦，即係話未來幾年唔係真係壞都冇乜需要換。結論就係唔係有咩必要，其實都冇乜需要拆開部機嘅。香港可貨仲有成3年保養，呢段時間真係有咩頭暈身慶，就成部攞去整算啦。另外拆開部機嘅時候咧，都會見到 Gem 10 370，由於機身嘅體積真係細嘅，機入面嘅結構都幾緊密㗎。不過機身下方有一個大嘅入風位，左右兩邊又有鏤空去做出風降溫。理論上咧，降溫效果都應該唔錯嘅，但係實際運行嘅時候會有幾熱咧？我哋下一 part 再同大家試清楚啦。AllStar Gem 10咧，其實喺之前都已經推出過其他版本㗎啦，而今次嘅 Gem 10 370咧，其實就係用咗 AMD 喺 Computex 先剛剛發布嘅流動版本新 APU Ryzen AI9 系列嘅最新力作 HX 370。講緊喺 laptop 方面都唔係好多型號用緊呢粒 APU 嘅時候 ，AllStar Gem 10 370都算係全市場首批用佢嚟做處理核心嘅 Mini PC 機種。香港嚟講，仲係第一部擁有同樣配置嘅 Mini PC 添。所以事前咧都有唔少人留意佢㗎啦。講咗咁多，其實 HX 370有咩咁把炮呢？首先，佢係升級咗 Zen 5 Strix Point 架構，內置4大核心加8粒細核心，做到12核24線程。顯示卡方面就係 RDNA 3.5 架構嘅 Radeon 890M， 圖像運算性能備受期待之外，佢嘅 NPU 仲擁有高達50 TOPS 嘅 AI 算力。連埋890M 本身嘅算力一齊計 ，Gem 10 370總共可以提供到80 TOPS 嘅算力添。嗱，但係老實啦，呢啲數字同型號咧，大家睇規格表都睇到噶啦。我同一般用戶一樣，關心嘅就只係佢可以幫我做到咩嘅啫。以下就同大家一齊跑下分打下機啦。
喺 Geekbench 6嘅跑分當中 ，Gem 10 370就跑出單核2874，多核14483嘅分數。對比起之前我哋測試過嘅 Intel Lunar Lake 同埋 Qualcomm X Elite 系列嘅 laptop，HX 370似乎擁有住唔錯嘅數據優勢。直接啲講，就係一般操作嘅時候更加流暢。如果係有剪片執相呢啲方面嘅需要，仲冇咁易遇到樽頸位拖慢部機添。咁但係試 AMD 嘅 APU， 佢嘅圖像運算、打機性能一定係會比 Intel 要再好一啲嘅，冇理由唔試下佢㗎。我哋首先就運行咗幾個大作嘅 benchmark， 當然啦，一張 on-board 嘅 GPU 就唔可能開到啲 graphic setting 好盡㗎啦。但係普遍嘅低至中階 setting，Gem 10 370都可以保持到平均40 FPS 或者以上嘅畫面輸出，都算係中規中矩嘅表現嚟嘅。如果真係要以流暢度為優先，將 graphic setting 再拉低，甚至可以穩定咁保持喺60 FPS 以上。大家可以睇下以下我哋打唔同遊戲嘅實機表現，以一張 on-board GPU 嘅表現嚟講，應該都收貨有餘㗎啦。另外部機嘅散熱性能都唔差嘅，我哋連續行完30分鐘嘅黑神話悟空嘅 benchmark 之後，佢嘅機身都唔算好熱啫，最盡咧都仲喺50度以下，主要就集中喺機身嘅出風位置，而風扇部分就算開盡都唔算好嘈嘅啫，聲係有嘅，但係就算喺 office 開到盡咧，都唔會嘈到人嗰隻啦。試完打機，當然都要試下佢嘅實用層面應用啦，我哋就安裝咗 UL Procyon。再運行咗一次入面嘅 Video Editing Benchmark， 測試一下 Gem 10 370喺 Premiere Pro 環境下嘅剪片同埋 RAM 片性能。佢會連續 export 兩組 1080p 同埋 4K 嘅影片，用時越短就會取得越高分數啦。睇翻佢唔同規格影片嘅 export 時間，喺使用埋 GPU 加速嘅情況之下，一條1個鐘頭嘅雙軌 4K 影片，佢就需要大約45分鐘去完成輸出，時間都算係相當唔錯噶啦。如果有好似我哋咁樣嘅影片製作需要嘅話，基本上佢都應付得到嘅。喺打機同埋日常應用之外，正如頭先我哋都講過啦 ，Gem 10 370嘅 NPU 本身已經提供到50 TOPS 嘅 AI 算力。換言之，比起一眾 Copilot Plus PC 普遍用到嘅 Qualcomm Snapdragon X Elite 同埋 Intel 方面嘅新王牌 Lunar Lake 都仲要強。喺同類型嘅流動版本處理器當中，佢嘅 AI 算力數據目前都算係頂級嘅選擇嚟㗎啦。只不過喺而家嘅 Windows 環境入面，可以動用到 NPU 性能嘅應用，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好多 Apps 甚至依然都只係支援用 GPU 去進行計算，應用場景就真係認真有限啦。不過做圖片 upscaling 呢啲簡單操作都仲得嘅，效果都算唔錯。只係希望 Microsoft 可以盡快開發到更多嘅 Windows 功能，又或者可以更明確咁幫到開發者去利用呢一粒 NPU 去做更多唔同嘅工作啦。睇完 All-Star Gem 10 370嘅實機表現之後咧，坦白講，我啊覺得幾驚喜嘅。試過一部咁樣嘅細機仔，可以提供到咁樣嘅打機性能，直頭就可以同啲配置中低階獨顯嘅 PC 一比長短。而且未來只要 AI 軟件上有跟進嘅話，佢仲有唔少嘅發展潛力添。而喺價錢方面，香港版本上市價就係6299蚊，可能有唔少人聽到都幾心動嘅。但係市場上嘅類似選擇其實都唔少。如果唔要 AI， 只係需要差唔多嘅打機性能 ，AMD 上一代嘅 APU 好似 Ryzen 8845HS 都有提供得到㗎。但係睇翻市價，呢一個配置嘅機種價錢全部都落喺6000蚊樓下，最平5000蚊左右都有交易㗎啦。如果只係為咗打機而嚟 ，Gem 10 370的確唔係你嘅唯一選擇嚟㗎。如果真係好中意 Gem 10 370嘅設計、散熱性能同埋 AI 方面嘅潛力嘅話，就睇下你願唔願意花多1000幾蚊啦。Mini PC 嘅世界咧，就真係充滿住唔同嘅 surprise 嘅。隨住更多嘅廠商加入競爭，未來相信有更多性能出眾，而且有唔錯性價比嘅機種喺香港上市，有機會再同大家玩下啦。如果有興趣睇到更多最新 gadget 試玩影片嘅話，當然就要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再撳埋隔離個鐘仔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